魏无羡不理喧嚷的人群，继续道：方才苏宗主在围猎中不慎被划破了衣襟，胸前痕迹正是千疮百孔反弹所留。此事韩光君与我一同目睹，绝对属实。蓝忘机站起身来，点头道：确实如此。连蓝忘机都发话了，韩光君从不说谎，那么此事必然是真的。人群面面相觑，有人大声道：可他为什么要做这些？他和夷陵老祖有什么仇？魏无羡道：拜托你搞清楚，他是给金子勋下咒，又不是给夷陵老祖下咒。金子勋嚣张跋扈，得罪苏舍不要太容易，哪里是为了陷害魏无羡？那人喊道：你怎知他不曾与夷陵老祖交恶？又怎知魏无羡不曾对他做过什么？若是此言属实，魏无羡难道真这么倒霉，白白替人去死了？过了这么多年，他的名声在四大家族的帮助下稍有好转，但此刻提起来，还是免不了要被人当成四处结仇的魔头。金子轩坐在最上座，轻咳两声，稳住了整场。魏无羡抬头看了一眼金子轩，对江厌离点点头，最后看了一眼一边端坐的江澄。江澄冷哼一声，不耐烦地咂咂嘴。魏无羡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，站在花宴的高处，看着坐下的仙门众人。10几年前，他也是在这样一群人面前公然与金光善作对，进而永远失去了走进这里的资格。12年前，他就是在奔赴一场这样的宴会的途中失去了生命。而如今，他又一次站在这里，坐下，有些人是熟悉的，有些人他已经认不出来了。唯一不变的是他还是那个魏无羡，是少年时一见惊鸿，吸引全场目光的奇才，是青年时一杆横笛吹彻长夜的夷陵老祖，是现在即将洗脱罪名，以银灵仙之身回归的魏无羡。他笑了2声，缓缓地抬起手，摘下了脸上的面具。在全场静止般的寂静中，魏无羡从乾坤袖中抽出一把被黑布包裹的佩剑，慢条斯理地解下了黑色的布条。他抚摸着随便的剑身，干脆利落地拔出剑刃，凌空挽了一个剑花。一剑惊鸿，横笛射人，加上他那风神俊朗之貌，再没有人敢质疑他的身份。魏无羡笑着扫视全场，看向方才发生的方向，道：刚才那位道友说什么来着？对，我当然知道，我都不认识那位苏宗主，还是刚刚送他去地牢的时候才知晓他的名讳的。他挑挑眉，见所有人都是一副惊异至极，说不出话的模样，又道：都看着我做什么？是在等我说话吗？好吧，那魏某就再多说一句。他一抬头，鲜红的发带跟着飞扬起来，魏无羡站在金鳞台的顶端，仿佛在昭告整个天下：我回来了。魏无羡坐在江澄身边，坐姿不端，腰背不直，又是个不成体统的姿势。然而现今再没有人敢对他有什么指摘，夷陵老祖死而复生，重新回到云梦江氏，加之兰陵金氏显而易见的庇护，如今的魏无羡早就不是12年前孤身一人，人人有仇没仇都可踩一脚的魔头了。花宴依照程序继续进行，金光瑶见过了所有来宾，走回金子轩身边，无奈道：子轩，你有这样的打算，总也要提前与我说一声，我也好早做应对之法。此次计划，真正的知情人就只有魏无羡、江澄、金子轩3人，或许蓝忘机也可算上一个。因而金光瑶只知要给云梦江氏多加一席，却不知围猎背后还有这样一层请君入瓮的戏码。而不告知金光瑶，也是出自魏无羡金氏内部可能有内鬼的猜测。这一点金光瑶不可能猜不到，此刻却故意避过，话说的圆滑又周全，隐隐让金子轩有些不自在的心虚。他道：这种事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阿瑶，辛苦你了。金光瑶笑道：子轩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本就是我分内之事，这倒显得生分了。邪域的事解决了，也算放下一桩心事。他说的全然不在意。金子轩摇摇头道：忙了这么久，你也去休息一下吧，花宴结束的时候再来不迟。金光瑶垂眸笑道：那我就谢过子轩，先走一步了。清河聂氏的席位在云梦一侧，聂怀桑把玩着千里江山扇，颇为懒散地看着场内的歌舞。一个门生弯着腰，悄悄走到他的身边，附身在聂怀桑耳边说了什么。聂怀桑姿势未变，神情依旧散漫，
那门生说完，他微不可察的点点头，又把视线落到了舞女身上。他摇着手中的扇子，不留痕迹地看了一眼身侧的魏无羡，视线在他的腰间流连片刻。另一侧的家主凑过来，神秘兮兮道：“聂宗主，夷陵老祖此番回归，怕是又要搅动仙门百家的风云了吧？”聂怀桑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那家主闻言，颇为尴尬地附和两声，眸中带着显而易见的鄙夷。聂怀桑缩着肩，讪讪地笑了两声。这场对话没能继续下去，便被一个声音打断了。走上前来的参宴者年纪不大，20出头的光景，算起来也是听着魏无羡的故事长大的人。这青年一路走到魏无羡面前，先是深深地看了一眼魏无羡，进而转身向金子轩行礼。